在上期视频已经手把手教到了固件编译和下载了，并且测试了固件的可用性。那么今天我们将迈出下一步，一起进行 3D 打印机的首次打印。在这个教程中，我会讲解如何准备打印机，使用切片软件切片，配置打印参数，以及打印你的第一个测试模型。在开始打印前，了解整个打印流程对小白来说非常重要，主要分为以下几步：第一，准备3维模型，保存为 STL 格式的文件；第二，使用切片软件切片，将3维模型转为 G-code 文件。其中优化切片参数能够提升打印速度和质量，这里面非常有学问，我们慢慢讲。第三，打印机调平装料，首次打印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和参数调试。第四，将 G-code 文件上传至打印机即可开始打印。这个教程会参考这个文档来讲解。首先需要用一个非常重要的软件，切片软件叫 Idea Maker。点击进入下载链接，下载，安装。安装完成后是这个样子，关掉这个窗口。正常情况应该会有一个新手引导的一个页面，我可能没卸载干净，没有调出那个页面，而且已经有了一些配置。这个稍后再讲。打印流程已经带大家了解过了。准备3维模型，第一次打印呢，可以选择一个简单的模型。刚好呢，这个软件中是有一些内置的测试模型的，可以在文件这里找到。这是一个尺寸为20×20×10的一个小的长方体，按鼠标的右键可以切换视角。现在已经有模型了，也可以从这里下载模型。我已经下载好了，把它删掉。如果你安装了 Idea Maker， 那它会自动关联上这个 STL 文件，双击就可以打开。还是进到了这个页面，这个模型。有了模型之后，就要开始切片，需要配置这3个参数。那么我现在演示一下参数配置过程。可以看到3个文件在切片软件中进行导入，在这里点一下会放大。这是打印机参数，从本地文件导入，选择这个文件，命个名。这里面所有的参数都是基本上是不用改就可以直接用的。点击确定，保存上了。然后是耗材参数，1.75毫米的 PLA， 表示直径、材料密度这2个参数。点击确定。最后是非常重要的切片参数。在这里可以看到具体的参数，非常多。这个要大家慢慢去了解、熟悉、去探索。点击切片，或者在这儿点击开始切片。这里可以进行切片预览，预览主要是可以看得到每一层的打印细节。最后我们导出 G-code 的文件，保存。可以看到这个 G-code 的文件上传到打印机即可开始打印。这里已经演示过了，包括切片，通过 SD 卡，可以看到我的 SD 卡是在这个位置。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开机检查。首次打印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。首先要注意通电之前一定要测试是否有短路的地方，用万用表测量还有正负极的触点，看是否短路。然后检查各运动部分组件，通过触摸屏控制各部分组件运动回零，看运动是否正常。具体的检查内容包括：第一， XYZ 电机转动方向是否正常，如果方向不对，要调配置文件。这4个参数就是配置正反向的。那么如果有异常情况，比如 X 轴运动方向相反，导致步进电机堵转，那么观察到异常后要立即断电，保护电机。第二项是纤维开关是否正常。
如果各轴运动方向对了，要看是否能够自动回零，观察纤维开关是否能够被正常的触发。如果碰到了纤维开关，运动立马停止，说明已经回零了，纤维开关起作用了。然后需要注意 Z 轴测试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防止距离不当撞到热床，喷头撞到热床。这是我去年做打印机时的实际录像，观察各部分组件是没问题的，然后中心滑块的顺滑度其实是有问题的，有一点的不顺滑。点动试了下，每个轴是可以控制的，然后现在是 X 轴回零是可以的，但是在现在这个状态测试 Y 轴回零的时候就出了问题，因为顺滑度不高，导致了阻力很大，而且料管和那一团线也导致了它的阻力增加，导致了步进键机和这个传动皮带带不动这个 Y 轴。然后我又测了一次，发现是可以动，但是听这个声音是非常的卡顿的。然后发现它的运动方向是反的 ，Y 轴的运动方向是反的，因为这个纤维开关是在下面，它如果往上面运动的话，永远不可能到0点。这个运动方向问题很好解决，把固件中的一个参数值改一下，重新刷入就可以了。但是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，Y 轴这个纤维开关还是起不到作用。经过观察，发现纤维开关确实接触不到Y 轴这个线位，就是 X 轴上装的这个滑块。然后呢，我是在这个滑块上贴了好几层的胶布，以增加这一块的高度。最后测试呢也是没问题，但是因为这个胶带是软性的，后面又想办法把这个胶带换成了一个其他的东西，比较硬的。第3项是调平。热床调平需要使喷嘴与热床之间有一张 A4 纸的厚度，来回戳动这张 A4 纸，感受到有轻微的摩擦阻力即可。如果喷嘴距离热床太远或者太近，那么就要先通过调节 Z 轴的纤维开关去调节这个 Z 轴的0点。首先要撕掉晶格玻璃和热床上的2张保护膜，把晶格玻璃固定好后，把热床的松紧螺丝调到比较紧的位置，然后手动旋转 Z 轴，将热床升高到与喷嘴接近的距离，大概相距1毫米即可。调好热床高度后，重新调整纤维片的位置，使热床在这个高度刚好能触发纤维开关。如果不确定是否是处于刚好能触发的状态，可以上电自动让 Z 轴回零观察。我反复调整了多次之后，开始用热床松紧螺丝微调热床高度，拿一张 A4 纸在热床的4个顶点进行测试，能够感受到轻微的阻力即可。热床的调节也是需要经验的，调得多了就有经验了。有时候一个点调好了，但是在调下一个点的时候，这个调好的点就又有误差了，然后就需要反复进行调节。前期刚接触调平的时候会比较费劲儿，而且如果调平没调好，也会影响打印。第4项，检查电机是否抖动。如果有抖动的话，很可能是皮带传动的问题。可以看一下我当时的调试过程。还是前面这个视频。后来我又发现这个抖动与皮带的松紧度有关，皮带过松也会导致这种抖动。另外还可能与撑紧皮带的这个弹簧有关，具体细节不太清了。但是记得当时是调过这个弹簧的位置的。大家如果遇到问题，可以从这方面去考虑。第5项，风扇，一共有2个风扇吧，常开风扇与可控风扇。散热风扇，一个是吹模型风扇。吹模型风扇当然是要往里面吹了，散热风扇其实也是往里面吹。最后各个运动部件就剩挤出机没有测试了。然后通过控制触摸屏呢，可以挤出一段耗材。如果发现下命令后没有挤出，看可能是温度没有达到，因为是有一个温度保护的，温度没有达到的话，耗材不能被融化，肯定是不能挤出的。这里是有一个限制的，在固件层面会有一个限制，温度达不到的话就不会进行挤出这个操作。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导致挤不出料，就是这个耗材没有装好。现在看到的视频是我第一次装料尝试打印的一个录像，然后开机发现喷嘴已经在移动了，但是没有出料。其实喷嘴移动的时候加热头
的设定温度已经达到了设定温度，它才会开始执行这个挤出操作。现在看到的就是挤出操作，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坑，新手可能会忽略掉这个情况，就是有时候我会遇到温度已经达到了设定温度，但是一直没有打印的动作，时好时坏，当时就非常头疼。后来才发现呢，这是与气温有关，因为我是在冬天制作的这个打印机，然后气温就在5度左右，偶尔高于5度呢，它就能工作；偶尔低于5度呢，就导致这个热床的温度也低于了5度。然后呢，在固件配置中有一个保护温度，最小温度是5度，这个最小温度也是初始温度。如果一开始就检测到温度低于5度，它就会以为这个温度传感器它是有故障的。然后我把这个最小温度调到了0度，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但是不确定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，比如说真的是传感器坏了，那它在这个故障状态是否是0度呢？如果是0度的话，它就会开始打印，但是收不到温度反馈，热床就可能会一直去加热，就形成不了这种闭环控制。第6步，温度 PID 校正。校正的作用是更快、更精准地控制喷嘴的温度。但其实如果判断温度是可控的，那么校正部分首次打印可以先跳过。我会在下一集视频校准中介绍 PID 校正的具体方法。在首次打印只需要观察温度是否可控。如果温度可控就没问题，而且绝大部分情况温度是可控的。不可控的原因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故障，或者接线问题，或者温度传感器没有放好，没有固定好。下一步就是大快人心时刻，开始打印。那么其实我第一次打印是自己绘制了一个模型，可以看一下视频。上一次打印不是没有出料吗？那个算第0次打印吧，那个也不是问题，是因为我没有装好料。那这是我真正的第1次打印，装好料之后的第1次打印。现在看到的就是第1次打印的效果。我看到这个效果已经非常的开心欢喜，只是因为它出料了。但是我当时还有一点疑问，我设计的模型不长这个样子，它打印出的东西比我设计的大了许多。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切片的原因，切片的时候给它增加了一个底板。现在打印的前3层就是底板，从第4层才开始打印模型主体。那个底板就是在这里设置的，底板附加。因为我选用的是这个 Raft 选用无切片之后，从第1层就是模型的主体。如果使用 Raft 进行切片，那么前3层就是一个底板。能够看到左上角这个地方打印出了一个缺口，这是因为第1层打印的时候这个位置发生了卷边，然后在打印第2层的时候就刮蹭到了第1层，然后不断刮蹭，导致这个缺口扩大，边缘翘起嘛，卷边。然后就是边缘翘起这个问题，在刚开始，包括我打印了很久之后，一直都是非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。边缘翘起，有可能是我在冬天气温太低，然后刚打印出来是热的，冬天的温度是0度以上、5度以下的这个气温，而且没有空调，甚至有时候还会低于0度。我觉得这个是卷边的一个原因。另外，这个晶格玻璃本身就是设计上就是为了一个比较强的吸附性。后来我也尝试了一个涂抹固体胶的方法，这也是从网上找的一些前辈们的经验。涂抹固体胶确实是有进一步增加第1层和热床的这个粘接性，会起到一定的效果。还看到有些人用那个喷雾，但是喷雾我觉得比较贵，固体胶就1块钱能用很久，就非常的经济实惠。然后我就去超市买了固体胶，进行了第2次尝试打印。但是我发现涂了固体胶之后，这个粘性反而是变差了，可以看到边缘是非常的糟糕。后来发现呢，边缘这个问题与挤出的一个补偿有关。后来我增大了首层的挤出补偿，就让它挤出更多的料，然后这个现象会有很大的改善，以及减小了
喷嘴与热床之间的这个距离，尝试了手动将热床抬高，然后边缘就没有出现翘起的这个现象，且左边翘起严重，有可能与这个位置调平没有调好有关。喷嘴距离热床可能有比较高的一个高度，然后以后在调平的时候，我就尽量让这个 A4 纸抽拉的时候有比较大的一个阻力。非常尴尬的是，我在进行第3次尝试打印的时候，又发生了问题。从侧面看，这次打印也是完全的翘起了，已经变成了一个弧形。然后又尝试一次，依然还是这个状况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弧形，翘起非常严重。我在进行第5次尝试的时候，用了一个比较小的模型，这个是20毫米乘20毫米的，然后打印出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当时看到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的高兴，后来才思考，可能这个效果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小，因为外面空气比较冷，它与外面空气接触面也小，它产生一个边缘翘起的一个概率就会小。而且这个模型我在切片的时候又给它加了一个裙边，在切片软件里可以在这里设置叫 Brim Skirt 是裙边， Brim 应该是边缘扩展，我用的是这个。这个边缘扩展可以看到这个，然后这个 skirt 呢，它是在外围这样的一个裙边。我经常是使用这个 Raft 和 Brim， 所以我才建议大家首次打印的时候选择一个比较简单、比较小的模型，比如说这个小的立方体。这次打印呢，我是非常的兴奋，从头看到尾，盯着它看，听着声音就特别的过瘾。最后打印出来呢，我发现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是我第一个完整打印出来的一个模型。我见到这个模型出来之后，我整个人的心情就放松了许多。整个过程还算顺利，没有失败太多次。所有的经验都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，希望大家在 DIY 过程中会比我更加顺利。